朱胡，宋北朝。 抱歉，我早上睡过头了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来的正是时候。姓沈的这条杂鱼，就让我来活动活动筋骨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。你还能打？我虽然召唤不出李轩辕，但盗我爸爸墓的人，我要亲手教训。 好，那就一起，像从前一样。像从前一样。借来的情，热烈的经历，无论说明心中自有真理。我从不轻信，你太慌张。 物归原主。我输了，韩仙杰是你的了。不，你说错了。韩仙街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也可以说，韩仙街属于生活在这条街的每一个人。随你怎么说吧。 成王败寇，无所谓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了一条将军链，不惜挖开爸爸的墓，你之前跟我说的跟爸爸的情谊全都是假的吗？情谊，我都不知道夏启峰他到底对我有没有过这东西。不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。 你们来告诉我答案。自从留在寒仙街，便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跟随夏启峰守护寒仙街多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将军，慢些。将军，你先扶我坐下。好，慢点儿。 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远亲呐，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想退休回人界陪女儿的事情吗？将军，您要是离开了，寒仙街的邻人们怎么办呢？哼，我刚刚想啊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来托付寒仙街。 我想，我快找到了。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们回去说。好，慢点儿。
小爽，你听我说，你爹他。将军，是你杀了我爹，我杀了你！不要！将军，走吧。我从教你的第一天起，就反复的和你强调继承人的法则。你还记得吗？只可杀恶灵，不可。只可杀恶灵，不可伤灵人。今天那个女灵人明明不是一个恶灵，你为什么要杀她？可是她伤了您，元清，我和你说过，我们继承人天生就比灵人拥有更强大的力量，而为了限制这份力量，我们就必须给他加上一份界限，以保证他是用来守护而非作恶。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已经逾越了这条线了。将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下一次。韩仙界不可能相信一个杀害灵人的继承人。你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，就只有恐惧。将军，将军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将军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伤害灵人了。你千万不要赶我走。元清，你现在实力不弱，从寒仙界离开以后，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你走吧。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？就算我求你，这些年我从未求过你任何事情，就这一次啊！不行吗？路上小心。从那以后，我恢复了在镇魂界四处流浪的生活，一晃就是3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说夏启峰失踪了，寒仙界恶灵四起。英雄救我！有恶灵在追我，他们马上就追来了。你们夏将军呢？夏将军，他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是从前夏将军身边的。我已经离开寒仙街很久了，这里的事情不归我管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救救寒仙界！你好歹在寒仙界待过几年，总不忍心看他被恶灵占领吧？
想要我出手也可以，除非我是这里的镇魂将。可夏将军，他才是。夏启峰早就回到人界逍遥快活去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刚在人界回来，亲眼见到他正陪女儿共寒假呢。况且他之前也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，想退休回到人界去。看来他这一次终于醒悟了，决定抛下你们这些累赘了。夏将军是真的抛弃我们了呀！救命！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选我，要么被他们吃掉。将军，救命啊！将军！夏启峰抛弃韩仙姬，回人界逍遥快活去了。这条街的事儿，原本我是不想管的，是你们一再央求我，所以我才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。清理恶灵消耗了我大量的元神力，所以你们必须付出同等的报偿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必须听命我，为我所用。如有违抗者，杀无赦。谨遵沈将军之命。当初留我在寒仙街的是他，后来赶我走的也是他。话说得好听，什么法则，什么界限，最后不还是一走了之？和林攻占寒仙街那会儿，他在哪儿？是我守住了寒仙街，是我。伤害邻人怎么样？奴役邻人又能怎么样？这镇魂街从来都是如此弱肉强食。只要我足够强，这条街就是我的，我的。闭嘴吧！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做镇魂将。沈元清，你之前说你亲眼看到我爸在人界逍遥快活，全都是编的，对吧？是我编的。那又怎样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他这不是逃了，这又是什么？我相信我爸爸消失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可以恨他，也可以取而代之，但你不可以伤害这里的邻人。曹云明说的没错，你根本不配做镇魂将。少在这里对我说教。如今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们便。倒是痛快。说吧，夏令，你想让他怎么死？就这么杀了他，有不有点太草率了？草率？夏令，你可别忘了，刚才他可是要害你呢。我没忘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心软了。夏令，你知不知道，如今我们有的选，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，你菩萨心肠，而是因为我们赢了。这里是镇魂街，弱肉强食。若是你今天不解决了他，明天他就会继续的祸害寒仙街的。
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不杀掉他，也保护寒仙街？走遍这世间的路，听过诉说心的歌，世界汹涌有苦涩，面对恶意和难测。看过生命的涌动，也见你轻抚的伤口。哎呦，玲玲，你着凉了，爸爸骑快点，争取早点到家。没事的，爸爸，这样就好了。要是有什么办法，既可以看到雪花、摸到雪花，还不会着凉，那就好了。爸爸有办法。真的吗？藏起来的梦，在离别时回首。勇敢的自由，你在就没有尽头。时间的温柔，就在心河入梦。你伸出重生的手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。真的不冷啦，也不会着凉。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会变魔法吗？爸爸呢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世界，那儿的人呢都会魔法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那个世界玩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等咱们家小夏琳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爸爸真好。爸，我长大了，你没想到吧？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连这里的魔法也学会了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弃街而走，我一定会找到事情的答案，再回到这里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沈元清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不是不让我杀吗？我把他拎隔壁街去了。隔壁街？为什么？这些年他一直想吞并人家，现在没有了守护元神，也是时候让人家跟他算算账了。至于他死不死，要看人家镇魂将愿不愿意饶过他。自己做的错事，自己承担，很合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我们把将匣打开看看吧。一会儿回人界的时候吃点东西吧。行，想吃什么？冰淇淋哦，还有就是炸鸡。行。这就是夏将军的女儿。你们这是？去吧。夏琳姐，我是小龙。就是这小子带我去看沈元清奴役邻人，还告诉我你的下落，不然我没那么快来救你的。原来是你在帮我，谢谢啊。不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之前也是夏将军救我在先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何况这次也多亏了有你，才让我们寒仙街摆脱了沈元清的奴役。是啊，对，多亏了你们。别，大家都别这么客气。我其实也没做什么，
本来就是我做的比较多吧。夏琳姐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一切都是沈元清在撒谎。夏将军的消失，并不是抛弃了我们。是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爸爸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爸爸当年离开寒仙街，回到人界之后，不到3个月就突然去世了。但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。我这次出去，就是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。等我查清楚之后，一定会回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那夏琳姐，等你再回来的时候，会留在寒仙街当镇魂将吗？镇魂将？我？我怎么可能会做镇魂将呢？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大家。我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但比起实力，镇魂将心地善良，能真心实意的为我们着想，才是我们最看重的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我当镇魂将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大家也多给夏琳一些时间吧。我已经和隔壁街的镇魂将说过了，这段时间就由他来暂时代管寒仙街。等我们这趟旅途结束，我会亲自送夏琳回来，到时候再给你们答案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好，好。夏琳姐，我们等你。这地图也太炫酷了吧！我第一次见到这种。看来这芦花鼓楼应该是在凌风街附近。凌风街那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街。要是我们认识像小说里写的那种，走遍镇魂街，什么都知道，就像是包打听或者摆小生那种人就好了。走遍镇魂街？要是有那样的人，不就方便多了吗？你还别说，我们真认识一个。北洛。可是，在雨林街一战中，水儿元神破散。虽然你打败了南狱夫，救下北洛，但他始终怪自己害了女儿。我相信他能挺过去的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曾经的鳞甲军统帅，菩提街镇魂将，传说中的战神北洛师门门司令。我们要对他有点信心。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哪儿找他？上次雨林街一战之后，他说想要到处去散散心。他说有事的话去雷泉街找他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这么着急吗？先写封言明信吧。路上再发也不迟。收拾东西。